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媛。在前不久，官方做了线上的周年庆活动，有爆料一些新的消息什么之类的。没有想到，他们还有其他的消息没有爆料。今天我在各种的群聊收到了这个图片，没有想到官方居然想要把朗纳尔给 P 化，但是这个朗纳尔不是我们在游戏中看到的朗纳尔，他的天赋变成步兵通用技能。现在在我们游戏中看到的朗纳尔是领袖工程进攻。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场拍到的画面。OK， 现在我们一个一个来解读一下这个影片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首先第一张图片这里是写全新统帅 SP 朗纳尔，像我们游戏中现在也是有 P 化的统帅，但是它的意思是 Prime 的意思，就是巅峰期。像朗纳尔他本身就是金色统帅，也就是说他已经是不能 P 化了，所以官方就变成 SP 化。那他们没有解释 SP 是什么意思啦，那我个人理解应该是 Super Prime 的意思。并且画面上出现了一个饰品，穿戴剧本专属饰品。技能全兵种生效，我这里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图片，密室雷神腰带。SP 朗纳尔穿戴该装备后，所有技能将会转化为对所有兵种生效，但是这个饰品只能 SP 朗纳尔作为副将的时候才会生效。就是说不管朗纳尔他本身的技能是针对什么兵种，比方说步兵生命值提升，但是穿戴了这个之后是全部兵种生命值提升。下面这里还有一排字，只会在失落这边估计应该是失落之地、日落峡谷、失落峡谷和荣誉决斗中生效。荣誉决斗又是什么东西？我们接着看下去。那么这里我们先看一下新统帅，也就是 SP 朗纳尔的技能。首先第一个技能也是觉醒技能，我们直接看觉醒。对伞形范围内最多3支敌方部队造成一次直接伤害，没有写伤害系数。每增加一个敌方部队就会递减 15%， 使命中部队受到持续额外伤害。他第一个技能就已经跟原本朗纳尔的技能差别有一点大了。原本的朗纳尔是在接下来4秒内使自身部队造成所有伤害提升 40%， 受到的所有伤害降低 20%， 是完全没有直接伤害的。但是 SP 化之后又有伞形范围 AOE 3个目标，还有持续的额外伤害。不过目前我们暂时还不知道它的系数有多少，我这里个人猜测它这里的 AOE 系数至少要2000到2300左右，否则就算我们拿到这位统帅，其实使用率应该也不会太高。假设说它的伤害可能只有1000到1500左右的话，不过我们也可以确认到它就是技能伤害统帅，也就是使用直接伤害的，毕竟它的天赋里面也有技能的天赋了。再加上他是步兵统帅，或许他可以搭配 CP， 然后替代掉关羽的位置呢。不过我们先接着看下去他的第二技能，步兵单位防御力提升，行军速度提升，仅率领步兵单位时受到的普通攻击伤害降低。那么也是一样，这里没有写到任何的数值，但是步兵的行军速度至少都要 20% 起跳。防御力方面，我觉得至少要有 30%。至于受到的普攻伤害降低，我觉得可以降低 20%， 因为像原版朗纳尔的技能就有 20% 的所有伤害降低了，所以针对普攻伤害降低 20%， 这个应该不过分吧。第三个技能，自身为野战部队时，基础攻击或受到基础攻击时，有概率在接下来一定时间内夺取对方攻击力和行军速度。OK， 这边有做夺取的解释，在持续的时间内使对方的属性降低，并使自身部队获得等量的属性提升。OK， 这边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啦。像这里夺取的部分包括攻击力还有行军速度，那么刚好刘彻他的技能就是有这个效果，就是说朗纳尔会直接夺取了刘彻 20% 的攻击力，还有 20% 的行军速度。但是这里所谓的夺取是让对方的属性降低，而不是让对方完全没有办法发挥这个功能。
但是降低多少我就不确定，而且它这边是有一定时间内啊，也就是说不是长期的，只是大概可能3秒左右会夺取对方这个能力。这个也算是一个比较新的功能吧，在之前没有看过夺取这个效果。第4个技能，自身为野战部队时受到的技能伤害降低，怒气值高于某范围时。它这个怒气值要求就有点像之前的统帅，需要怒气到达70点以上的时候才会发挥一些技能之类的。那它这边的技能是使自身的部队在接下来几秒内造成的技能伤害提升，这个技能就有点类似像苏莱曼的技能了。不过各位也可以看到，其实它比较多的技能都是要在野战的时候才可以使用，像是第3跟第4技能，所以某个意义上来说，这位统帅也只能用于野战使用。那么这位统帅什么时候会推出呢？暂时来讲，周年庆的活动应该是不会推出了，因为在我自己的王国其实是已经抢先开始周年庆活动，我们能够选择的统帅界面里面是没有看到这位统帅的。预计推出时间是根据新的剧本一起推出的。这里标题还写维京降临，诸神黄昏，谁将加冕不列颠之王。再来我们看视频的问题啊，你们可以看到官方这边所演示的画面呢，是有搭配霍去病，还有搭配海尔曼，而且你们可以看到队列里面所携带的兵种都是骑兵跟工兵了。只要你们让朗纳尔穿戴之后，不管什么兵种都可以使用。并且朗纳尔也不是这个地图独特的统帅而已，不管你们是在原本的王国，在其他的地图都可以使用 SP 朗纳尔。只不过它在这个剧本里面就有其他的效果，可以穿戴饰品之后搭配任何兵种统帅都可以。接着新的剧本会有4个阵营，首先第一个阵营也就是维京文明东纳格利亚，步兵行军速度提升 3%， 集结部队造成所有伤害提升 3%。 诺森布里亚也是维京文明，步兵行军速度提升 3%， 所有伤害提升 3%。麦西亚英式文明，工兵行军速度提升 3%， 驻防部队受到所有伤害降低 3%。最后维塞克斯也是英式文明，工兵行军速度提升 3%， 野战部队造成的所有伤害提升 3%。所以从这个地图上，你们可以明确的了解到，维京就是进攻式的，他们是对于集结的加成会比较多，然后针对步兵。英式文明就是以工兵为主，然后他们是专注于驻防比较多。这个题材也比较符合真实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再来画面上所演示的这个地图，我不确定是不是之后的新 KVK 的地图，假设是新 KVK 才会出现到的地图的话，这样就比较特别。像以往我们 KVK 地图都是正方形的，这个是不规则型的，可能玩法上面会有一些改动。接着这个剧本中也是有出现兵卡，那这个兵卡我在之前有玩过别的剧本，就是神级妙册里面也是有出现到这个东西，而且看起来应该也是差不多的，因为这边也是可以选择6个兵卡，而且兵卡上面的一些图案呢，跟我之前玩神级妙册的是差不多的。下一个洗劫城镇，这个也是新剧本里面会出现到的东西。那如果你们之前有玩过一些类似的 SLG 游戏的话，应该会有一些印象。你们可以注意看这个画面，其实它可以去攻击旁边的一些城镇啊，一些居民的城市。因为我们在这个剧本中所要扮演的角色就是维京人，我们要入侵不列颠的城市去洗劫一空。这种比较新颖的玩法才是我们玩家想要的。不过以这个画面上来看的话，这个应该是我们在游戏中的生成，或者是在地图上的一些建筑物之类的。如果你是英式的军队的话，你就要去防守，维京的军队可能要进攻，但至少有不同的玩法了，我相信大家应该会感到有兴趣。再来就是前面介绍视频的时候有提到的荣誉决斗，那么看起来虽然比较像是日落峡谷或者是失落峡谷，但实际上这个玩法是一样分成英军跟维京人，跟我们现在玩的日落峡谷是有一点差别的。而且这一次不是由一个玩家去打而已，而是3v3的对决，3个玩家打3个玩家，组织成不列颠军队还有维京军队。最后就是出现到这个画面了，我希望这个是我们之后新剧本的地图了。而且你们还记得在前面我介绍过洗劫城市的那个图片那个画面吗？如果它真的是以这个方式呈现给我们的话，就等同于说，假设这个是维京的军队，他要去攻击下面的英军队，他就要走过去攻击他们的城市里面，所有的玩家应该都会聚集在这个地方里面。那各位在看了我的介绍之后，对这个剧本有什么想法呢？当然爆料不是只有这些而已，还有这张图片。之后会推出休假券，平衡事务繁忙的玩家 KVK 匹配之间的矛盾，但是只能由国王发放给指定的玩家而已。休假的玩家不参与王国匹配分数的计算。休假玩家可以正常的体验游戏，但是在赤裸之地的活动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各位还记得之前我做过一个93所制作的请愿书吗？里面就有提到类似的东西，就希望官方可以在设置中增加休假模式，但是是由玩家自己选择去休假的，这个是由国王颁发的。
而且之前93所提到的休假模式其实蛮多限制的，这个反而限制比较少，它可以正常的游玩游戏，只是不能进入失落之地而已。我认为大多数玩家应该都会支持这个更新推出这个东西，因为现在的玩家工作都比较繁忙一点的，真的没有时间去玩这个游戏了。像有些玩家他们可能要去出国跟家人去玩之类的，也可以用到这个休假券，我觉得是很不错的。但目前也只是爆料而已，之后会不会正式推出这个我就不知道，而且这个消息是来自国服的，国际服会不会有我也不知道，所以一切还是要等到官方公告发布，或者是在游戏里面正式推出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确认。还有 VIP19 的特效，在之前的线下见面会其实有讲过很多遍了可是我没有分享的画面啊，这边你们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这个就是推出了之后，你们可以在 VIP 商店里面买到一些特效，像是传送点的特效，城市的一些外观特效，就是给你看起来会比较漂亮一点而已啦，还有行军速度的特效之类的。还有之前介绍过的地图重置，在之前的画面太绿了，后来就改成没有这么绿。新的 roguelike 玩法，还有赛罗利新的 boss， 最后就是埃及地图的重置，这个在官方的频道那边也可以看到他们分享的影片，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去看一下，我在之前也是有介绍过。以上就是国服线下见面会的一些爆料啦，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呢？那因为我本人不是去到现场，所以或许有一些爆料我是没有提到的，如果你有去现场的观众可以私信跟我讲一下，还有分享一些其他的图片之类的，有哪些错误的地方也可以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